你能坚持几天不洗澡？或者换个问题，如果一辈子不洗澡，你是否能够忍受？冬天尚且不论，到了夏天烈日炎炎，气温高升，稍微一动就会出汗，几天不洗澡，身上就会飘出一股酸臭味。如果一辈子不洗澡，那味道肯定难以言喻。然而在遥远的非洲，辛巴族人却有这么个奇葩的风俗，那里的女人不仅一辈子不洗澡，甚至还用泥土装饰头发，认为身上越脏越幸运，以脏为时尚美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非洲在人们的印象中，一直以来都是一片充满着奇异色彩的热土。同样1000公里的土地上，有的族群早已抛弃了先人的生活方式，奔向了前卫和现代化，与其他不同流域的文明的发展大致一样，建立了城市，享受着科技所带来的便捷与畅快。但是也有的族群，他们一直延续着500年前的生活方式，与现代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放眼世界，不同地域孕育出的不同文明，拥有着不同信仰和专属于他们的图腾。但是大智若愚的辛巴族贯穿了1000年的一致，他们崇拜祖先，崇拜渔火，先祖的不灭之火是维系民族的唯一精神核心。有人说，工具是改变人类命运最重要的符号之一，但是如何使用火，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留下了油墨重彩的一笔。因为无论古代、近代还是现代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离不开它。它把黑暗变成了光明，它把寒冬变成了温暖，火成为了原始辛巴族人夜晚唯一的光源。辛巴族由于终年红泥裹身，又被称为红泥人，这是纳米比亚一个即将消失的原始社会族群。在17世纪，辛巴族从安哥拉高原迁徙至纳米比亚，他们为了维护传统，秉承着先人的训诫与教诲，为了保留古老文明原有的模样，从而退守于丛林，栖身于纳米比亚边远的未被破坏的原始环境中。在这里，一切都将返璞归真，回到文明之初原有的模样。由于缺水，辛巴女人一生都不洗澡，她们在这偏远的原始山林中常年红泥抹身。但是这种红泥并不容易获取，需要从数十公里之外的山区采集红石和树枝，然后将这些红石磨碎，加入水和牛油，并和树枝搅拌在一起，涂抹全身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抵御烈日暴晒和蚊虫叮咬。涂抹过后的皮肤会变得光滑亮泽，这或许也是大自然对他们的恩赐吧。不洗澡的话，身上不会有异味吗？答案是当然有，但不至于辣眼睛。终生不洗澡的红泥人清洁身体的方式是香薰，他们每天早晚都会把采集来的香料植物点燃，通过燃烧产生的烟雾对腋下、脖子等部位进行全身清洁。他们相信身体会因此获得清洁。当然，这个香薰还有个独特的功效，就是驱虫。除了不洗澡，辛巴族的女人无论大小都赤裸着上身，下身用一块布或者兽皮裹起来，大部分不穿鞋子，脚腕上戴着高高的金属环，手腕和脖子上也套满了各种饰品，轮胎、塑料、金属、珠片、木头、植物种子，各种你能想到想不到的不花钱的原材料，甚至破烂的蛇皮袋也能被搓成绳子当装饰品。女人们把辫子编好后，再涂上一层厚厚的红泥，均匀地排列成扇形，头顶上用动物皮毛做成各种形状的装饰，脖子上、手腕上、脚腕上的饰物各种各样，金属的、动物的脚、骨头或牙齿等，谁的脖子上戴的装饰物越多，谁就越富有。辛巴族人住的房屋原始简陋，大多是用树枝和掺有牛粪的泥巴搭建而成。房屋旁边有一口柴火烧着的铁锅，里面热腾腾的是辛巴人的主食，一般都用牛羊肉、土豆和玉米煮制而成。每个茅草屋外的空地上有瓦罐、木瓢、水桶等一些简陋的日用品。小孩光着屁股、光着脚丫，脸上还落着几只苍蝇，让人看了便心生不忍。空旷处来来回回游荡着一些羊只、家禽，还有1-2条狗，这就是他们的生存家园和全部家当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他们秉承着祖先留下来的生活方式，平淡而又不失快乐。辛巴人曾经是非洲最富裕的牧民之一。19世纪时，纳米比亚的辛巴人遭到四处抢劫的南方族群袭击，掠夺牛只，但仍幸存了下来。
大部分人逃到安哥拉，加入葡萄牙军队，并组成了他们自己的劫掠队伍。最后，许多人又回到纳米比亚。从1920年开始，南非统治者便将辛巴族人限制在一块称为家园的指定区域内，正式禁止他们做生意、自由放牧、进行栽种或采集库内纳河沿岸的野生植物。但他们都熬了过来，即使这代表他们有时得把睡觉用的兽皮拿来裹腹。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这个族群的社会技能，辛巴族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给家里干活了。作为早期典型的游牧民族之一，在辛巴族里，孩子越多，他们放牧就会越多，因为这样才能够带来更多的财富。没错，往往在游牧民族里，你的子女数量越多，就越能够在这个族群当中产生影响力。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辛巴族的社会结构和领导方式。部落中有长者会议，由一些经验丰富、智慧的长者组成，他们负责决策和解决部落内部的问题。这种基于共识和集体决策的方式有助于维持社区的和谐和稳定。猫爷查阅资料显示，由于一种特殊的基因原因，辛巴族男子很多在15岁前就不幸夭折，造成部落中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。也因为这样，辛巴男子一般用3头牛就可以换到一个妻子，基本每个当地男人都是3妻4妾的标配。他们住在不同的茅草房里生活，所以只需要数一数房屋的数量，便可知道他有多少个老婆。辛巴族女子脚腕上的项圈数量就是他们生育子女的数量。大家是不是惊慌失措了？许多年龄看着不是很大的辛巴女孩，脚上的项圈都有10圈左右，这就表明她们已经生育了10个左右的孩子。虽然这样，不足2万人的辛巴族人口还是在日渐减少。辛巴人有一个最让文明社会接受不了的习俗，就是当地女人如果为别的男人生下了孩子，他们的丈夫丝毫不会介意，也不会生气，估计还会特别高兴。放在现代，这种戴绿帽的行为，估计是个男的就忍受不了吧，更别说抚养孩子了。辛巴族的男女关系比较随意，他们并不看重贞洁之类的问题，甚至男子意外死亡后，他所拥有的财产，包括妻子和孩子，都会由自己的兄弟来继承。不过，我们换个角度来看，这何尝不是他们延续种族的一种方式呢？毕竟连活下来都是个男士，伦理问题自然也就没那么重要了。女子除了耕种务农外，也会做些手工艺品贩卖给游客，补贴家用。那些可爱的小木雕和手串便出自他们之手。村里的孩子对于所有的外来者都充满好奇，只要有外人前来，他们就会瞪着大大的眼睛把你团团围住。虽然语言不同，但你能从清澈的眼神中感受到他们的真挚。除了肤色不同，这些孩子与我们城市中的孩童无任何区别，只是在外者看来，他们的童年颇令人心酸。其实当地政府也有很多扶持，现在有很多小孩在学校读书，有很多妇女可以在市里做生意赚钱。在首都温德和克的大街上，也能见到进城讨生活的红泥人，背景是现代街区，眼前是原始人种，显得十分怪异生僻，一副严肃冲突但又和谐滑稽的画面。偶有节庆日，排成略有弧形的一排女人，在集体强有力的掌声中轮流上阵，手舞足蹈，踩着迅疾的节奏，快速扭动全身，满场跑动，跺脚的劲儿让尘土飞扬。辛巴女人通过掌声控制节拍，散发激情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参观拍摄，影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。同时，政府也在推动教育、卫生等方面的改善和提高，希望让辛巴族人融入现代社会。然而，大多数辛巴族人对于这些变化并不乐意接受，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传统和信仰是正确和美好的，不愿意放弃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文化。他们拒绝穿衣服、上学、看医生、使用现代工具。他们宁愿忍受贫穷、疾病、死亡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是应该帮助辛巴族早日步入现代社会，还是不去打扰他们为好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